偶然的机会看到这个非常破旧的厂房，这个房子在这个城市的市区里，房子里面居然有2棵很大的树，而且它还有一个楼梯可以上去的被盖住的2楼房顶。这是从2楼看下去破旧不堪的样子。大树的另外一边，下面还有几间房子，这是2楼下面的房间。我们决定租下这个院子，一起期待慢慢改造它的样子吧。院刚租下来，到处都很破烂，打扫卫生之后，我们开始了拆穿插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房子是真的很重，都可以不用去健身房锻炼了。紧接着，我们下班开始接完了，哈哈哈。这个房子屋顶原来用的都是石棉瓦，石棉瓦断裂的纤维可以漂浮在空中很长时间，如果不小心吸进肺里面，那你就哈哈了。所以大家得远离这种东西。拆着拆着，突然有了意外收获，大家看一下这几天我们拆房顶的过程。拆完房顶就是这个样子了，期待我们的后续吧。顶拆完后几天，我们盖起了屋顶，因为想要减少后期维护，另外想尽可能我们自己完成，所以选了木板来建屋顶。这就是屋顶盖完后的样子了。打算拆掉2楼的彩钢，让2楼变成一个天台，就叫了回收师傅上门回收。本来在电话里谈好的500，结果来只给了350，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赚了。底下的房间渗水严重，所以得做一层防水层。请师傅来看过之后，他让我们先提前整理干净。等着做完防水层就不怕下雨了。拆下来的砖还可以踢干净再用，就老老实实踢了2天的砖。今天就到这里了。个院子没有合理的厨房和卫生间，考虑到整个院子的排水排污，就打算在这个位置重新修一个厨房和卫生间。为了避免墙体有安全隐患，还是得请专业的泥工师傅来砌厨房的墙。
开始为了节约成本，是打算把后面这几间屋子合起来，并没有维修它的计划。但是最后又考虑到，如果以后用到这几间房，又会搬很多材料进来，会比现在更麻烦，所以还是咬咬牙，把这几间破房子一起修缮了。既然之前修的房顶都是用的木板这些材料，那这边还是保持和之前的一样。所有的屋顶都修完后，就请了工人来硬化院子的地面。终于，这个地方看起来干净了许多。翻新这些屋顶，拆下来了很多的旧木头，丢了又很可惜，于是就都锯成一小节一小节的，堆了整整一面墙。这个是后面几间盖完的样子。院子露天的地方想做成花园，所以就把上面已经风化了的地面刨了起来，全流成了泥。本来不想做排水沟的，让雨水自然溢出排干，但是到处坑坑洼洼的，夏天降水又多，又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排积水，就砌了这个好丑的排水沟。真的不知道这个排水沟还有没有救。然后就开始了刷白墙的工作。大家都是第一次干这种活，也不知道有什么刮墙的技巧，就直接上手摸索，边试边学习。天花板这种地方是最难受的，举不了一会儿手和脖子就非常的酸。最后整个院子刮完材料费才不到1000块，但是真的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把墙刷完。2楼之前量了一下房子的高度，整个横梁以下的高度有2.4米，横梁以上到屋顶最高点也有2.4米。本身房顶的坡度是比较缓，不太适合做成阁楼，能够站直走动的空间非常有限。但是能有阁楼也算是一个小梦想，想着是我们自己的空间，活动空间没那么大也是可以的。不管怎样，心情还是很激动。好了，我们明天继续。整个阁楼的平台搭建完之后，就开始做隔断。屋顶的坡度看着挺缓的，但能走动的空间还是比想象中的大一些。真的想吐槽一下，感觉已经把这辈子的木头都给锯完了。
是建完之后的样子，自己动手造了一个阁楼，是真的很有成就感的，哈哈哈。修这个门的时候忘记拍视频，大家就凑合看一下吧。贴砖的师傅说要先装上门框才能贴最后一点，出去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卫生间门，要么很贵，要么就是不太好看，所以就回来自己做了2个。之前把门改了位置后，就一直用这2个挡着当门用，就想着大门也可以自己做，就把大门也安排上了。占据了以前这个柱子的位置，装这个大门。装的过程中才发现这个柱子不是垂直的，反复装了几次，最后把柱子中间敲出一条垂直的凹槽，才把它装好。另外一个不能确定两边门的高度一致，装完又发现两边的门高度差了2厘米，后来又拆了下来调整了一下。这个门装完就是这个样子了，和以前比，终于有个像样的门了。门修好以后，就想着把这个地方再整理下。以前这个位置长满了的杂草，杂草下面又是一层杂草和垃圾，清完后又是很多碎砖碎瓦。这里也想栽很多植物，得先把这些先清理完。清理完之后，又找了货车拉来了2车沙土，就开始了漫长的铲土过程。这里拆了后，经常会有车不打招呼就停在这，还有很多猫猫狗狗跑进来拉粑粑，就在门外这里做了围栏，只留一个我们可以进出的通道。做完感觉还不错吧，下过雨就这样了，赶紧先撒了草籽，又铺了青石板，很快草就长了好多。下次再见。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院里有2棵非常大的树，很多年以前就一直看那些大神们在树上修房子的视频，树屋应该是很多人小时候梦寐以求的东西吧。我们也一直很想自己动手做一个树屋，当时看到这个院子有2棵大树，就忍不住有想要租下它的冲动，所以一开始来这个院子就定下了修树屋的这个计划。当时租房来说这棵树占空间，挡着不方便，如果不要的话就找人来锯了拉走。我们可想，如果没有这2棵树，当然就不会来租这个地方。早些时候就忍不住想要开始修下一些树之后，就在树上打洞。当时也没什么专业的工具，就只是看着视频模仿。洞不仅没有打穿，还把钻头卡在了树里面。树屋计划就此停了一段时间。后来院里大事情都完成的差不多了，又开始上树打孔子，最后是花了大半天时间，才一点一点打穿了2个洞，这才开始了修树屋的正常节奏。院里虽然是有2棵大树，但是其中有一棵树的枝干非常的脆，有风吹来，树的晃动幅度也很大，最后就只考虑把整个树屋建在一棵树上，另外一棵就暂时不动它。另外就是我们
次做。都说经验是时间的，等修完了以后就有经验了呗。在这个地方，虽然每天都要干很多活，但是开始修书屋的这些天是真的非常开心，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慢慢完成我们自己的一个小梦想。从原来只敢想到现在真正动手做，这个过程也是无比的快乐。几天不见，终于来更新了。之前锯下来了很多树枝舍不得丢，选了一些大的枝干出来，可以做点其他东西。用了几个小的树枝先做了地墩，今天就继续开始树屋。上次搭了一些底座结构，这次继续搭完这个结构，再把整个底座平台完成。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最后就希望大家多多分享，让更多人看到，这样可以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动力。后面也会调整加快我们的更新进度。下次再见。
本着能省则省，能自己做就绝不买的原则，就想把这些剩下来的边角料做点有用的东西，还是做点实用的凳子和桌子比较好。因为小块的木头很多，就只需要用些螺丝把它们胡乱拼凑起来，看着还挺有意思的。希望大家也多多动手，把身边的旧物回收利用起来，来做一个花园长凳吧。除了之前的边角料，还剩了些没用过的木头，这下就可以做点稍微整齐一点的长凳了。因为没有太多的工具，都是想的怎么简单怎么来，就不考虑咱们的榫卯结构了。况且也不太会，多上几颗螺丝就足够结实。还是呼吁大家，如果身边有可以利用的旧物，就尽量想想自己动手看看可以做什么，这样可以体验到做手工的乐趣，还能减少垃圾产生，为环保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如果做得不错，还可以分享出来给大家看一看。看到后面的旧油桶了吗？另外还有几个，下次我们就改造这几个废旧油桶吧。可以先想想可以拿来做什么。
处理完原来的水泥地面后，就请了师傅来刨土。和师傅沟通不够，师傅的自主意识也很强。最后2个工人一天时间花了2000块，搞得我们自己还忙里忙外的。奈何又是熟人。过了后就急着在网上买了草籽撒了上去，满心期待的每天浇水，看着发芽也很激动。刚长一点的时候，隔远看着也还好，但是走近看就稀稀拉拉的，没多久就长成这样了。门口也撒了一点花种，长得挺快，看着也还行，但是长得太茂盛，连下几天雨就一片狼藉。另外一件事就是阁楼跟大家也是最让我无语的事情。当时贴厨房卫生间的瓷砖，想请可能节省一点开支，邻居也是好心介绍了他们的熟人。然而贴瓷砖的师傅也是让我们帮水泥帮沙的，想想毕竟工钱算是比较低的，能帮得上的就尽量帮。最后居然还要我帮他填平卫生间地面，哎，我又填了。到了最后，他甚至连瓷砖缝都不填，让我们自己买材料自己填。更让人觉得不可理喻的是，填工钱的时候，他就算了10多个平方，并且还有1间储物间地砖都没有贴，要贴的话还要加钱，实际131平方，他就认定要150平方，还要加返工的200。我们说大家一起量量面积是多少就算多少工钱，那些没有完成的工作就算了，我们也不计较。然而他并不同意，还坚持要他自己认为正确的工钱，甚至还扬言说是不是要让我们损失的有理这多，也不出面谈就是耍无赖。小伙伴劝说还是不计较这种情况，遇见过一次就够了，不要再浪费时间。最后也还是支付了那部分不合理的工钱。希望大家装修的时候不要遇到这种低质量装修师傅。想了可做到现在，真的是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事，也是没有经验，也是在努力解决，还是慢慢来吧。对花到现在是没救的，这些也是只在路边随便收起了些花籽撒下的，准备白掉中些常年生的。并愿之谈，如果大家想要草坪的话，10有8九是买不到自己想要的草籽的。我们前后3家店买了3次，没有一个对版。之前撒草籽是觉得网上一般的草被推平方，所以还是直接铺草皮实在，根本就没有比草籽贵多少，效果来得也更快。刚好这树下的泥土不容易长植物，就抄来放这里。还差一个桌子，这些木头都是从外面搬进来，一前一折锯成这样，就保持树干本来的样子，更原始，更像是露营。桌面也是对半锯开的树干。这几根树干本来是计划到2楼搭一个亭子，但它实在是太重了，就别给老房子施加这么多压力，所以就锯了，做成这个简单的桌子用。邻居家非这屋顶上长了很多多肉，他说没什么用，可以多拔点去。屋顶多年不管的多肉居然可以长得这么好。还有一棵非常大的金银花，金银花我们也拔了几棵小苗回去，不错不错，赶紧找地方种上。
院子外的箱子里满是这种蕨类植物，戴上头戴白条了。不知道这个长在青苔上的植物是啥，但是还挺好看的，果断带走。免费的植物这么多，咱就不花那些。这种野生绿植带一小撮回家往桌子上也很好看，摘了这么多，赶紧种上。还摘了各种各样的蕨类植物，又省了几个盆栽的钱，感觉赚到了。今天是愉快的一天，下次再见。来了一些石头，这个石头580一吨，也不知道是贵是便宜，送到里面又得加钱，然后就自己一块一块往里搬了。一共搬了大概3吨石头来，然后就像片积木一样铺在地上。本来这块也是计划的草坪，奈何这树下的土就是长不好植物，甚至杂草都稀稀疏疏的。在我们知道的硬化地面的方法中，好像就只有石板好看一些。又觉得这个树堆实在碍眼。以前的房主人在这树周围乱丢杂物，一些已经和树根缠在了一起，在上面撒过草籽，也种过多肉，都长得不好，最后还是决定把它给盖起来。本来想盖住还可以当凳子坐，弄完后有点高，感觉像是做了个舞台。最后石板差一点，我们之前还剩了一些碎石，就用来铺剩下的和石头缝。这下就干净了许多。先处理一下，直接把不平整的刨掉就可以。平整一点，好打理桌面，灰尘更容易擦掉。这看着就整洁了。最先在这里搭的爬藤架，计划让爬藤长满这里，栽了月季和白木香，还有蔷薇，只顾着栽东西，没想到给木头刷漆，不断的风吹日晒，有的已经裂开了，颜色也在泛白。以前刷过的地方看着就好很多，赶紧补上一层漆。后面说的平台已刷上，我们用的是水性木蜡油，没有异味，安全环保。有院子、露台、阳台铺了地板，可以用木蜡油刷漆保养，地板可以持续保持光泽，还能防止开裂。上午刷，下午就能干。忙活了这么久，自己改造也添了很多的工具，平时工具只是随便丢在某个房间里。终于是时候说是一个工具间了。好久以前就开始喜欢上各种工具，一个像样的工具间应该是大多数男孩都想要的。现在有了放东西的空间，工具间一定要安排上。买了2块压合板固定在墙上，这样挂东西就可以直接在木板上钉螺丝，不用每挂一个小件就在墙上打一个洞。再装一个条板，挂点小零件也很方便。木板下也做一排桌子放收纳盒，为了不让桌角占空间，自己做了这个3脚架挂墙。
发现收纳归类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一件比较治愈的事，也专治强迫症选手。再把这盏灯给换成了射灯，调整一下，这几盏灯也是二手淘来的。最后还剩了一块板子，可以做个柜子，来放一些比较重的工具。到这基本上就差不多，最后再简单收拾下。和之前对比一下，还是刷点漆吧。粗犷点上厕所，那还是打理一下好了。用的是3金家的水性漆，用来刷漆改色还不错，没啥异味。这下看着就好多了。这是一颗大牵牛花，8块钱在我粒种子。冬天来了，可以找一点种子收起来，等天气暖起来后再播种。也是时候该整理下这个鸡窝了。待在这个角落看了那么多电影，终于闲下来想整理一下。为了迎接新成员的加入，就先来个大扫除吧。这个床垫已被种草很久，今天终于到了。床垫在盒子里搬运也挺方便，只有亲自上手才知道这个床垫有多重。我一丈女子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拖出来，也是够累人的。拆掉包装只要60秒就能还原大床垫，实际拆开几秒钟，立刻就回弹成原来的样子了，还是挺神奇的。看这个回弹是不是很神奇？包装里还有专门拆封的工具，避免把床垫划伤。床垫可以单独拆开，方便清洗。中间和两边的支撑感不同，更能完美贴合身体弧度。这个回弹是不是看着就很舒服？床垫的支撑感真的好舒服呀，趴着就不想起来。再把被子铺好，整理一下桌子，鸡窝秒变温馨大床房。这下终于有一个舒适安逸的小窝了。最后再挂上房间里必不可少的投影布，为了增加观影体验，做了个音箱也挂在这里。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后面可以教大家自己做。现在在这看电影就非常舒服了。
间看着太长了，很早之前就把当时锯下来的木头放在了这里当隔断，好看又实用。刚好朋友来玩的时候，说我们这儿没有能躺着的地方，那接下来就布置下这个空间好了。不说了，赶紧去安排做个沙发吧。网上买了个拖把，再把坐垫放上去，最后多放点抱枕填满。这下终于有个靠谱的沙发了。这个地毯开拓了好久，终于有机会买回来。桌子安排上，也是拖把做的。自制圣诞树也必须放上，为了不让墙上看着太空，得钉了个木板装上去，做灯花架板，放些小绿植上去，别说还蛮好看的。植物也得多来点儿。为了好看，我差点把自己房间的植物搬空。接下来的点睛之笔，把这款带着复古感觉的绿色小吊灯给安排上，这个长度可以自己调节，细节做工也都蛮精致，一装上整个效果一看就被惊艳到。再把小灯泡放在木堆上，是不是一下就有感觉了？整个一温馨小屋。希望朋友下次来可别带着不走了，下期再见呗。想要起个砖头水泥壁炉，考虑再三，还是觉得铁壁炉更实用一些。拿着自己需要的尺寸去建材市场买好钢板，我这个用的是5毫米，也可以在网上买，价格差不多，但只会多出一些运费。新手上手2把焊非常容易，推荐使用无漆2把焊。如果想要焊得更整齐一点，可以用这种直角磁铁固定器。我比焊完用方管做了一圈门框，除了可以当做门框外，还可以做通风管道，左边做2次进风，右边做红木进风，最下面留成燃烧的主进风。把进风管道做在炉膛内部，可以让壁炉外观看着更方正简单。最后内部抹耐火土也能把进风管道覆盖住，看着会更好看一些。耐火砖和耐火土的作用是让壁炉内部更保温，可以让木材燃烧得更充分，减少一定的污染。我做的尺寸是900毫米，炉膛比较大，又没有在底部做木灰盒，开门清理灰一样方便，外观看着还更简洁一点。炉门的玻璃是在网上买的，搜索壁炉玻璃就能找到。建议大家还是做完壁炉整体后，再根据壁炉尺寸量好需要玻璃的尺寸去定制，可以避免2次分工。炉门四周固定上一圈防火棉绳，可以起到密封不漏烟的作用。然后就是刷漆，上进风阀门。刷漆如果没有漆泵，建议还是买罐装的耐高温喷漆，不然刷不好容易鼓包复刻。放壁炉的架子是用之前修房剩下的方管焊的，最后再焊一个放燃烧木头的架子，放在炉膛内部。这样的炉子在网上买也是要好几千，如果再精细一点，甚至会上万，而功能性和实用性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不妨自己尝试着做一个。的开箱吧，附赠的充电线，底部控制开关和充电，车可以放在地上，还有挂钩可以吊在半空。为了拉满氛围，我们还入手了一个更大的，同样可以挂起来。
这个时候天空还比较亮，先开灯看一下效果吧。这个设计真的很像月球，而且灯光柔和，看着也不刺眼。因为是充电款，可以随便搬运，想放在哪儿就放在哪儿。到晚上也可以照亮一片草坪和小路，还可以给花花草草打点光，氛围感一下拉满。如果再有一个想法的话，你还能拍出这样的照片，看着是不是像真的月球一样，随手一拍都是大票。